大家是来整容的，又不是来学医的。今天我为大家准备的是关于鼻修复以及鼻部手术的5个问题。Hello， 大家好，我是给大家带来最多、最全、最适合你的整容资讯的圆圆。上一次跟大家讲的吸脂优惠的活动，大家不知道都有没有好好确认过呢？很多宝宝找来留言的时候，发现很多宝宝都对鼻修复非常的感兴趣。相对于眼睛手术的修复，鼻修复咨询的人非常的多，大概有5倍左右以上。5倍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量了已经。这证明已经有很多宝宝受到了整容方面的伤害。今天我为大家准备的是关于鼻修复以及鼻部手术的5个问题。这5个问题呢，是大家平时最常问的问题。为什么它最常问呢？因为它最应用于很多人身上。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5个问题吧。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做鼻修复，那我又要上班，或者说我又要上学，又不想让大家看到我打着绷带去学校的样子，那怎么办呢？在这里跟大家讲，大家只要记住一个口诀就可以了，就是113。为什么是113呢？一般的鼻手术浮肿会在1周之内，一般做完鼻手术的情况，医生会在你这个部位这样绑上一个绷带。那这个绷带呢，它是有拆线的时间的，拆线的时间呢是在1周左右。1周的时间里呢，你的大部分的浮肿部分也都会消下去，但是完全的消肿呢是要在1个月之内。那完全想要修复的状态是要多久呢？是要3个月，所以才有了113。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就可以安心的去订机票。很多医院呢会告诉你，如果你来韩国做手术，你可以做完手术的当天就回国，之后在国内的整形医院或者一般的医院都是可以拆线的。但这样就有宝宝就会问了，那我回国了，我恢复的不好，我的线别的医院拆不了的情况怎么样？首先呢，不是说这个拆线是很复杂的一件事儿，这个一般的医院都是可以做的。当然，大家不要去找那些莫名其妙的小医院，只要是正常的医院，它都是可以帮你拆线的。但是如果你对自己消肿的部分，或者你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怎么歪掉啦，或者怎么样的，这个部分呢，你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因为有些医院它是没有翻译的，当你离开了这家医院之后，你和这家医院就失去联系了，因为你也不会韩语，因为英语吧又讲不明白。那这种时候呢，就显示出来我们的重要啦。这个时候圆圆就会帮你和医院进行沟通。但其实对于术后修复最好的就是你的心态要放好。鼻部手术完全消肿是要3个月，但是有些人呢，在3个月内是没有办法消肿的，可能和本身的体质和最近吃的一些东西是有关系的。大家只要放松心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圆圆帮你解决。那第2个问题呢，是和刚刚的问题有点像，就是我想做手术，想改善我鼻子不够高、不够小、不够精致的问题，但是我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来，那我该怎么办呢？只想改动1点的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宝宝来咨询的，就是大家已经拿着好照片啊，我就想要这样的鼻型，请问可以做到吗？其实这种问法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问法，因为每个人鼻部的构造它是不一样的。哪怕你发给我们照片，我们也不能判断你这个部分是骨头啊，还是肉啊，还是脂肪啊。这样的问题确认不了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给大家这样一个回复的。当然，你也可以有你喜欢的参考照片啊，我就是喜欢这个类型。你可以拿着这个照片来跟圆圆商谈，圆圆就知道说你更喜欢自然的，还是更喜欢华丽的。不同的医院呢，有自己不同的风格。
但是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当然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不光是首尔一个地方，就是各种各样的医院散布在各个位置，都是成群成群的医院。那么多的医院，作为一个外国人，要怎么进行挑选呢？很多宝宝会自己在网上进行调查，比如说这家医院写的术后日记，这个人说他恢复的怎么样？哦，这个人和我长得有点像，他的方法可能比较适合我。或者等等，这个院长怎么样？大家都说这个院长做得好，我也要找这个院长做。大家都说这个医院很大，价格很便宜，性价比很高，我也要去这家医院做。大家都做的总不会错吧？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多正常的一个想法。从我对这些医院的了解来看，每家医院都像人一样是有自己的性格的。有些医院的院长呢，就是比较喜欢自然的类型，可能做了之后，你身边的人也不会看出来，哎，就是觉得你变好看了，但是又不知道你到底动了什么部分。但是有些宝宝呢，就是喜欢华丽的，我就想让别人看出来，我就是动过了，就是动得很好看，很好看，就是和我之前一点都不一样。每个人想要的不一样，他找的医院就绝对不会是一样的。如果找到一样的，很多情况就不会满足你的要求了。这个时候，很多宝宝就会拿着自己的照片挨家医院的去问，问到最后自己也变得糊涂了。哎呀，我当时觉得好的那家医院是哪家来着？又想不起来。看聊天记录呢，也想不起来当时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大家其实可以放松心态的来问圆圆，圆圆至少会给你推荐3家医院。为什么会推荐你3家医院呢？因为其实如果按我推荐的话，我一般会推荐2家，但是大家都希望说，既然去了一次，我就想挨家医院的从价格、从规模各个方面我都想比较一下，就是也不是完全信任我的意思。当然，大家这样的心态呢，圆圆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一般3家医院呢，我会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的医院呢？首先，大家就会非常看重价格，价格稍微性价比非常好的一家医院。第2家呢，是和这家有一定差距的，规模比较大，但是手术做得非常好的医院。另外一家呢，就是可能比较专业性一点的医院，比如说我们网页上有的这家医院。这家医院呢，是针对唇裂这样的宝宝。一般唇裂的话，它会影响你鼻部的构造，就是上下都要一起做。那能做这样手术的医院不是特别多。如果有这样情况的宝宝，我们就会往这边推荐。所以一般会有这样3家有特定性质、特定性格的医院。之前就有一个宝宝，他是做鼻修复，他之前鼻部做过2次手术，这次已经是最后一次了。因为一般鼻部手术呢，我们最多建议不要超过3次，因为手术做的太多，真的会影响你鼻部这样的一个构造，可能之后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然后呢，我当时就帮他订了3家医院。约时间呢，也只要跟我说一声就可以了，我就会挨家医院的去跟大家沟通，然后沟通好了之后，我会帮你都排到一天，就是3家医院都有空的那一天，然后上午去1家，下午去2家，之后把手术定在你最满意的那家医院。我们网页上的这50多家医院呢，都是价格非常好，而且手术非常好，都有自己的应急设备的医院，安全上大家是不用担心的。那下面跟大家讲第3个问题。第3个问题呢，就是更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宝宝呢会事先在网上做一堆的功课啊，有些人说要用这个材质做，有些人要说要用这个材质做比较好，什么肋软骨啊、耳软骨啊，这个啊那个啊，结果到头来自己也变得一头雾水。拜托，
大家是来整容的，又不是来学医的。就会有宝宝来说，我就想做鼻翼缩小。那大家看，如果我现在做鼻翼缩小，但是我上边的位置还是有一点宽的吧，就会造成比例不协调。这可能在你的认知里来看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其实从你面部整个来看，鼻部呢，它是一个整体，不是说你做了这个部分，你光做了这个部分它就可以的。之前遇到过非常固执的一个客人，就是我带他都去见了院长，院长跟他说这个部分要缩小，这个部分要缩小，上面他可以不动，但这个宝宝呢，为了省钱，他就想做下面，他就觉得自己这边的鼻头非常的大。可能大家想整容的话，都是平常对自己的面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才会愿意去整，但是其实你这样，院长也是可以这样给你做，也都是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的。有些院长呢是会说啊，你想只做这边哦，那就给你这样做。有些院长呢是不，我说了就是这样做完这样做，就是两边都要缩小，效果才最好，不然我就不给你做了。不同的医院呢有不同的院长，不同的院长呢有不同的性格，所以呢，其实大家没有办法去了解每个医院的院长怎么样，因为和大家商谈面诊的都不是院长，院长只是会在你到了医院之后过来哦，看一下你的照片，哦，你应该动这儿动那动那的。为什么院长会反应的这么快？你想想啊，他一天要做多少个手术？你每天只要看你的脸就好了，院长每天要看无数个想要整容的女生的脸。哦，当然也有男生。在这里，我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我们要听专家的话。这个专家呢，注意是专家，不是一般那种乱七八糟的院长都可以的。有些院长为了挣钱，确实会啊，推荐你这个，推荐你这个，推荐你这个，推荐了一大堆之后，你发现自己的脸好像整残了。然后你又要花一堆的功课，又开始找新的医院做修复，因为你已经不信任原来的医院了。这一趟下来，你的鼻子啊都被自己搞毁了，千万不要做傻事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圆圆是最客观的，因为这些医院都是和我们合作的医院，我不会特意去偏心的某一家或者怎么样。就其实这个客人，我们送到这家医院也是一样的，送到这家也是一样的。而且我每次会去医院实地的为大家翻译。其实有些医院，大家英语好的客人他自己去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去的话，一个是可以帮客人去聊一下价格。一个是也可以掌握一下院长的性格，会帮助我之后在帮助大家就是找到合适的整容医院的时候起到更大的帮助。我是真的碰到过蛮凶的院长，就是有一个院长他进来了之后，我觉得我都要起来就是问一下好之后都不敢坐下的那种，就真的好吓人。我不是很喜欢那种院长，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他没事会和你开玩笑，然后比较亲切的那个院长，你就觉得他一点也不像院长会那样的有距离感。上次有一个宝宝去做干细胞，然后他做干细胞的时候，那个院长就掐了掐他的腿，说还是挺有肉的，就非常的可爱。这个也要看大家的一个想法，像有些人就觉得说这种开玩笑的院长啊，就是专业不到位或者怎么样，其实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在韩国啊，能当院长的人就一般都是学习非常好的人，就是在首尔排名前几的学校上过学或者留过学，在专家领域非常有研究的人。第4个问题呢，是针对鼻修复的宝宝。鼻修复的宝宝一般有些呢会在手术很久之后，大概10年、5年这样的都有。就是我之前10几年前
非常遥远的过去，我做了手术。做完手术之后，我发现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它就下垂，或者就是莫名抬高，就是能看清鼻孔了，突然。那么5年或者10年这样的宝宝想要来做鼻修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有些宝宝呢，大概手术1-2个月，就是消肿刚刚过去之后，然后他就觉得完了，定型了，我的鼻子就要长这样了啊，不行，这个模样我不满意怎么办啊？然后就开始找医院要做鼻修复，如果碰到黑心的医院，说不定还真的给你做了。但其实鼻修复必须要在6个月以上才可以做哦。不光是手术难度的问题，这对你的自己的鼻子也是更安全、更有保障的。而且6个月以后，它其实才会完全定型。1-2个月期间呢，它还是在浮肿或者定型的期间，这段时间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千万不要跌了、碰了、撞了的。虽然鼻修复只能在6个月之后才可以做，但是一旦你出现问题了，如果你是找圆圆来做这个手术的话，那圆圆就会帮你立刻联系这家医院，然后把你的照片发给院长看，让院长看看说你是在正常修复的过程中吗？还是说是因为手术出现了什么问题，必须要来医院先看一下或者怎么样，院长才会更准确的判断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特别焦虑的那种客人，就是可能他之前做过一次手术，又做了一次手术，还是不满意。刚做完，刚拆完就是绷带，他就会觉得说，哎呀，怎么还不是我想要的类型啊？他这样一焦虑，整个人就会上火，就会暴饮暴食，或者就会每天哭啊，或者怎么样。其实鼻子的话，虽然不像眼睛，如果你哭了可能会影响它的恢复，但是心情真的是手术恢复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有些宝宝呢，自己的心态就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应该会恢复的好吧，就是比较乐观、比较积极这样的宝宝，这种人一般都会恢复的比较好，就很神奇。第5个问题呢，就是我想做鼻子，也想做眼睛，或者说我想做鼻子，也想做轮廓，那我可不可以一起做呢？不同的手术呢是不一样的，像鼻子和眼睛呢，如果你找到的这家医院它是同时可以做的医院，那你就去咨询的时候就可以问这个院长，或者说你来找圆圆咨询的时候就可以跟我讲，因为你鼻子和眼睛一起做的话，我可能会要到更好的一个优惠，而且反正遭一次罪，鼻子眼睛一起疼过这段时间之后，你就可以美美的出门了。如果你做完鼻子，然后我休息一段时间，我再查一查眼睛的医院，然后我又去做眼睛，我又恢复一段时间。其实恢复的时间比想象的要长，而且稍微会影响一些大家的这样的生活的一个作息，包括你要去学校、要去上班，其实都是会有一点点影响。所以我建议呢，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是想做鼻子又想做眼睛这类的朋友们，这样的宝宝们的话呢，你可以找一家比较大的医院，就是它同时2种手术，它会给你安排不同的院长来做，不是说这个院长又给你做鼻子又给你做眼睛。一般呢，我们是不推荐这种方法的，因为不同的院长每天常做的手术是不一样的。像毛发移植的医院，它就不能给你做鼻子吧，差不多就是这样的道理。最后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就是照镜子，我觉得自己这边不满意，我一定要就是把这地方整好，就是每天带着这样焦虑的心情，就觉得说，哎呀，万一我找不到好的医院怎么办啊？万一我遇不到一个好的院长怎么办啊？万一这家医院骗我怎么办啊？万一这家医院术后护理不好怎么办啊？带着各种各样的疑虑，你整个人的脑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哦，不是，就是说这个本身带着这样的想法去找一家医院，你只会找到更不适合你的医院。你要放松心态，去相信院长，去找到一家专门而正式的、规模稍微大一点的这样的医院。
院长呢会根据适合你的比例，适合你面部的构造。就比如说有些宝宝是想要年纪看起来小一点的，那可能他做出来的鼻型呢就是圆圆的，就不是那种尖啊翘的鼻型。韩国有些医院呢是比较喜欢那种小翘鼻，就是大概这个角度的。有些医院呢就是现在中国比较流行的，就直一点的，这样的很酷的这样的一个鼻型。再跟大家强调一遍，你是要来做整容手术的，你不是来学医的，也不要妄想说你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然后就去了解所有的医院，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到头来只会让你更加混乱，更加难以比较。好的，那今天给大家说的5个问题就都说过啦，大家有没有做好笔记？我去医院的时候要注意这些，或者有没有宝宝干脆放弃了笔记？我就找圆圆就好了。当然，欢迎大家的咨询哦，随时欢迎大家点击下面的按钮，可以在这边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圆圆就会去找你啦。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想听的、想咨询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我会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哦。拜拜。